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今天是老公出差回来的日子，我早早的就洗漱完毕了，在床上等他。看着他那胀鼓鼓的行李箱，我便不由得一阵心疼。他每次出差不是10天就是半个月，行李箱里塞满了他的生活用品。我缓缓下床，想要趁着他还没出来的间隙给他收拾一下行李箱。拉链打开，我竟然看到了一件情趣内衣，内衣的边缘还有折痕，上面留下了使用过的痕迹。看着那内衣，我当场就愣住了，想到有别的女人穿着这个东西和我老公在一起的样子，我就一阵心痛。我紧紧地将内衣拽在手里，有些不敢往深处想。我们是大学同学，从大学校园到和毕业工作，从恋爱到结婚，他对我都是疼爱有加，关怀备至。就算是生了孩子，他对我的爱也没有减少半分。而且我们家庭和谐，生活幸福，他完全没理由出去乱来。可那黑色的情趣内衣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不得不多想。很快，老公洗完澡走了出来，他没有穿衣服，只是用浴巾挡住了自己的重要部分。我知道他里面是真空的，他想要和我亲热。当看到我手里的情趣内衣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随即便恢复了平静，一脸淡然地说道：“公司的人真是太皮了，竟然还做这样的恶作剧。”说完，他就蹲在了我的面前，随后将我抱起来放到床上。老公，这真的只是恶作剧吗？我死死地盯着他，想要从他的眼神里找到答案。他淡淡地笑了笑，宠溺地摸了摸我的脑袋。怎么，你不相信我了吗？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还想再多问2句，可他的嘴一下子就凑了上来，堵住了我想要说话的嘴唇，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将嘴凑到了耳边，说着温柔的情话。每次惹我生气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讨好我，逗我开心。听着那些酥麻的情话，再看着怀里那耍乖的老公，我一下没有了继续怀疑的勇气。爱一人是自私的，也是最不能容忍瑕疵的。尽管我尽力地安慰自己不要多想，可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黑色的蕾丝内衣，想到他和别的女人亲密的情形。经过几个日夜的折磨，我决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吃完早饭后，老公拿着公文包就出门去了。我连忙换了鞋，快步地跟上去。为了不被他发现，我始终和他保持着100米开外的距离。我看着老公上了车，一路行驶，将车开进车库后，就上了公司。下班之后，他又独自一人开车回家，甚至回去的路上还买了我最喜欢的水果。看着老公的付出，我心里一阵自责，可那情趣内衣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我又连续跟了几天，最终都一无所获。看来真的是我多心了。我回到家里，终于还是和自己和解了，做了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想要向老公道歉。老公公司临时有事，吃完了饭后，他又匆匆回公司了，剩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闲来无事，我玩起了手机，无意点开儿子的微博。我看着微博里他发出的动态，整个人都呆住了。儿子在寄宿学校上初中，为了方便联系我，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微博是他记录日常生活的工具，他在里面发布动态，表述着对爸爸和陈阿姨的感激，甚至还配上了他们送的礼物图片。陈阿姨。看着这个备注，我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无缘无故地送别人儿子礼物，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我点开了儿子微博的个人中心，从他关注的人里面找到了一个女人的微博，从头像点进去，我看到了她的状态，里面全部都是恩爱的照片。
但这些照片里面的男人都没有将脸露出来，仿佛是在刻意的隐瞒对方的身份。我将图片一张张的放大，仔细查看，发现那照片里的男人露出的部分身体竟然和我老公的身体十分相似。我彻底慌了，冒着大雨开车跑去儿子学校，把他叫了出来。看着我突然出现，他很是意外。可当我问起关于陈阿姨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显出了不耐烦。儿子，这个陈阿姨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她和爸爸什么关系？见着他始终不说出真相，我有些着急了。能有什么关系？你真想知道，去问我爸呗。儿子像是被我问急了，撇下一句话就想回去。听了他的回答，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不过想到儿子还小，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的怒气便又小了许多。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脸严肃地说道：儿子，如果真的爸爸和陈阿姨做了对不起妈妈的事，你就跟着妈妈离开，我们母子俩去过小日子，好不好？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若是邱健真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定会和他离婚的。只是儿子是我的唯一，我一定要将他带走。儿子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他一定会和我站在同一战线。却没想到他一把甩开我的手，有些稚气地说道：我才不要和你去过日子呢，你要走就自己走。爸爸和陈阿姨经常来看我，还给我买好吃的，给我钱用。我爱爸爸，如果你要走的话，我就跟着爸爸和陈阿姨一起生活。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呢？我是你妈妈呀！我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然选择那小三都不选择我，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你那么凶，我才不要和你在一起。爸爸只是不爱你了，又不是不爱我了。我要跟着爸爸。儿子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跑回学校了。望着那道背影消失，我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支撑一般的软坐在地上。一夜之间，我不仅失去了老公，还失去了儿子，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绝望地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大雨倾盆而下，无情地冲刷着我的脸庞，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我哭得昏了过去。我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走着。雨水很冷很刺骨，可这点伤痛相对于老公和那个女人带给我的要小得多。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在家门口停了下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心情，打开了房门。卧室，老公已经睡着了，看着他沉睡的侧脸，顿时一股恨意涌上心头。邱健，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怎么还能睡得着？我越想越气，身体也因为太过气愤而颤抖了起来。我快步走到厨房，拿起菜刀就来到卧室，直挺挺地站在邱健面前，看着床上的人，脑海里回想起了他对我说过的承诺。他说过永远爱我，也说过永不负我的。他说如果背叛了我，就天打雷劈，死无全尸。邱健，是你自己说的，负了我死无全尸，就算是我杀了你，那也是你自找的。想着，我眼里的杀意更狠了，握着菜刀的手也更加用力。邱健，下辈子做个人吧。我心一横，举着刀就要砍过去。突然，一道闪电闪过，我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全家照，照片上的儿子笑得一脸幸福。看着儿子天真的笑脸，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如果杀了邱健，我必然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到时候邱健死了，我蹲大牢了，儿子怎么办？他还那么小。想着，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你怎么了？突然，床上的邱健动了动，他伸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随后视线落到了我手里的菜刀上。看着他突然醒过来，我心里一慌，有些语无伦次道：我想吃西瓜了，准备去切西瓜。话音刚落，
我便感觉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双腿一软，整个人摔倒在了地上。很快，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老公已经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看着我醒来，笑着来到床前说道：“我又要出差一趟，你在家照顾好自己。”说完，头也不回地提着行李箱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思，隐隐感觉是他觉察出了什么。难道是已经知道我发现了他的不堪事？我心里疑惑，但并没有揭穿。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出差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发消息，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电话。我知道他这是要和我彻底断开，一定是那天晚上的事情把他吓到了，给了他心理阴影，加上本就心里有鬼，便更加的不敢回来了。既然这里回不来了，那他一定是去那个女人哪里了。为了能够更好的收集证据，我辞掉工作，短租了他公司对面的房子，甚至为了能够将照片拍得更清晰，我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台相机。我没日没夜地在邱建公司门口蹲着，可始终没有找到证据。正当我怀疑这一切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时候，看到邱建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我立马来了精神，拿着相机寻了个隐秘的地方靠了上去。因为路上行人较多，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我一路跟踪，来到了公司不远处的一个公寓里。那是个情侣公寓，入住的基本上都是附近工作的情侣。他们两人轻车熟路地来到这里，还用指纹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看来他们两个人住在这里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记下了他们的房号后，我便回家了。我将相机里面的照片洗了出来。照片里面的女人身材高挑，样貌出众，走出去也是妥妥的女神一枚。我不懂，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女孩，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男人，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而是要担着被骂的风险去勾搭有妇之夫？看着照片，恨意又在心里翻涌了起来。我知道，想要让这两人付出代价，光是这点证据远远不够。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周围的商店里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到晚上邱建下班的时候，我又准点出现在了他公司门口。很快，我便看到了邱建和那女人走出来。这次两人竟然手牵着手，我气得牙痒痒，恨不得冲上去给邱建2巴掌。但小不忍则乱大谋，如今要做的是收集证据报复他。我将心里的怒火压下来，拿着相机跟上去。很快，他们就上了车。我连忙叫来一辆的士，紧随其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商场里的一家西餐厅吃饭。邱建宠溺地摸着那女人的脑袋，贴心地为那女人夹菜，甚至还在大庭广众下亲吻那女人。我躲在暗处，我的心很痛，眼眶也红润了，但我手上的相机却一点不落地记录着他们的苟且。饭后，两人似乎心情很不错。邱建还给那个女人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脖子，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为了能够让她不那么辛苦，我省吃俭用，跟了她这么多年，都没有舍得让她给我买过一件贵重东西。可现在她竟然眼睛都不眨地为那女人买金项链。我再一次坚定了要报复的决心。逛了一会儿后，他们两人就回了公寓。当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屋里传来了欢快打闹声。不一会儿功夫，那声音便变成了暧昧的暗哼声，听着里面此起彼伏的声音，我的心彻底的死了。复仇的火苗越烧越旺，我一定要拍到更直接的证据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到了机会。那天，
我像往常一样跟踪他们到了公寓门口。当他们快要进去的时候，邱健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好的，我马上过去。接完了电话，他对着那女人的额头亲了亲，然后温柔地说道：“宝贝儿，老板找我有事，我去就回，好吧？”那女人伸手搂住邱健的脖子，深情款款地说道：“我洗香香了，在床上等你哦，小狐狸。”邱健对此话似乎很受用，欢喜地伸手勾了勾她的鼻子，随后不舍地离开了。看着邱健离开，那女人便按密码打开了房门。我瞪大了眼睛，将密码牢牢记在心里。跟了这么久，我终于知道开门密码了。以前他们回来都是邱健用指纹开门，因为邱健防范意识比较强，觉得密码容易泄露不安全，能用指纹的情况下绝对不用密码，这是他的习惯。显然这女人没那意识，便让我捡了个漏，知道了开门密码。正当我满足于今天的收获，准备收工回家时，一个男人突然窜了出来，从后面抱住了她。那女人回头看了一眼男人后，竟满心欢喜地和他热情地亲昵了起来。她的身体竟然还一个劲地迎合着对方的动作，我一阵惊讶，当即觉得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可能被她勾搭上的男人不止邱健一个。想着邱健头顶的颜色，一阵快意涌上心头，我连忙拿出相机，将眼前的景象拍了下来。两人热烈的亲吻后，男人开口了：“陈娜，邱健那小子天天都黏着你，我想靠近你都没机会了。”原来这个女人叫陈娜。老板，你还说？陈娜听了，满脸委屈道：“要不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才不会和他在一起呢。还好你提前让我当他的秘书，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快被我拿下。这样不能怪我呀，主要是家里的母老虎太厉害了。”男人说着，又对着陈娜的脸一阵乱啃。他们的谈话简直把我的三观放在地上碾压。这个女人原本是邱健老板的情人，两人担心擦枪走火出问题，便将她塞到了邱健身边，为他们的不耻行为兜底。这妥妥的是让邱健当接盘侠，可他本人还乐在其中，真是恶有恶报。老板，是你故意支开邱健的，对不对？陈娜果然是高手，一下子就看穿了对方的安排。是啊，我让助理打电话让他去公司的，没有3-4个小时，那小子回不来的。说完，那男人便将陈娜抱回了房间，还一脸坏笑道：“宝贝儿，想死我了，这次我要让你好受。”房门关上后，里面很快传来了两人激战的声音。要是邱健知道自己抛弃妻子换来的女人此时此刻和别的男人在床上打得火热，会是什么心情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里面的声音停下来，看着他们出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将针孔摄像机放到了床对面的柜子里，想着继续待下去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我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第二天，等到他们快下班回家时间，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软件，邱健和陈娜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屏幕里。亲爱的，怎么办？我有了。陈娜说着，眼眶都红了。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邱健看着对方委屈的模样，心疼地抱在怀里。这么快就有了？我心里一阵诧异。突然，邱健把陈娜推开，眼里有些疑惑道：“宝贝儿，这孩子已经2个月了，可我记得2个月前我在出差呀。”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大概知道了陈娜肚子里的真相。陈娜听了，急得跳了起来，声音娇羞地说道：“老板说那次的合作比较重要，安排我和你一起出差的。结果出去的第1天，你喝了点酒，就折腾了我7、8次。你忘了？”经陈娜这么一提，邱健便想了起来，
随即他不好意思地拍了拍脑袋，认错道：“我怎么会忘了呢？那天你那么主动，我推都推不开。”我看着陈娜那理直气壮的样子，心里便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越是心虚的人，有时候越会理直气壮。或许那孩子另有隐情。看着画面里邱健百般讨好的模样，我觉得好笑。只见他轻轻地将陈娜推到了床上，然后趴了上去，一边亲吻着陈娜，一边拖着她的衣服。陈娜的身体迎合着邱健的动作上下起伏着，嘴里还发出了令人羞臊的嗯哼声。我看着屏幕里面的画面，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邱健已经是过去了，此刻眼前的画面只是我报复的工具。很快，他们两人便累得睡了过去。我截了几张比较清晰的图面，然后洗成照片，同时也将那一段录像视频保存到我的手机里。在这个网络时代，想要为自己维权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将这些天收集的证据整理在一块，包括两人的姓名、工作以及住址，还有邱健已婚的身份信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还花钱找人帮我转发评论。很快，这个消息便冲上了榜首，整个网络平台都在讨论着他们的苟且事。但只是舆论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并不能抚平我的恨意。我向邱健他们公司提交了检举信，由于网络力量太过强大，公司高层担心影响到公司发展，便辞退了邱健和陈娜。看着他从公司被赶出来的落魄模样，我心里一阵痛快。在你做那些事的时候，可有想过今天？我以为我可以平静地与他对话，可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陈娜恍然大悟，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那些东西是你发的，对不对？是我发的又怎么样？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我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为了私欲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没有对她动手是我最大的教养。你住嘴！我不许你这么说，娜娜。邱健身体往前一站，挡在了陈娜身前。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已经选择了身后那个女人。我没想到，我和她10几年的感情，竟然比不过这个新欢。邱健，你混蛋！我气得大叫了起来，声音沙哑地说道：“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与我不同的是，邱健情绪平和，他等我发完脾气后面无表情道：“娜娜有了，我要给她一个交代，我们离婚吧。”离婚？我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我愣在原处。邱健继续道：“是我不对在先，我净身出户。”说完，便拉着陈娜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看着那两人离开的背影，强大的落空感席卷而来。我以为看到两人受到报应，我会很开心，可为什么我开心不起来呢？或许我只是不甘心吧。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心情后，就回到了家里。没过2天，我接到了邱健的电话：“林薇，那些照片是你传出去的，检举信也是你送的。”听得出来，此时的邱健很是气愤。是又如何？那是你们的报应。听着邱健的声音，我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林薇，我和你同床共枕10几年，你竟然这样陷害于我，不仅毁了我的工作，还毁了我的人生。娜娜说的没错，你就是恶毒的女人，难怪儿子讨厌你，你活该。林薇，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怎么不去死啊？陈娜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哽咽着想要争论，可嘴里怎么都说不出话来。辛苦付出了10几年，丈夫说我恶毒，儿子说我讨厌，我就真的这么失败吗？很快，邱健举报了我偷装监控的事情，我也因此在局子里待了几天。从警局出来，我感觉自己的步子
都是虚的。我想不通，为什么受害者明明是我，可到头来受到制裁的人是我，被抛弃的人也是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公不要我了，儿子也不要我了，难道我就这么多余吗？我浑浑噩噩地在路上走着，回想着曾经付出的一切，想着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人，眼泪奔涌而出，巨大的绝望席卷而来。我心如死灰，手脚并用地朝着桥下的河流跳去，水流淹没了我的身体，很快堵住了我的口鼻，窒息感袭来，我慢慢地失去了知觉。来人啊！有人跳水了，快救人！耳边传来的呼救声越来越弱，最后听到的是救护车的警笛。当我醒来的时候，守在我身边的人是我的闺蜜小天，她的脸上满是倦意，可还是耐心地守着我。看着我睁开眼睛，她连忙凑了上来，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她眼里的担忧让我心里一暖，眼眶又红润了起来。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关心我的人。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有些稚气道：“得亏抢救及时，不然你现在就是一把灰了。”我也没想到自己原来这么脆弱，一时之间有些语塞。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道：“好了，你好好休息，其他的事情不要多想。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呢？那邱健再好，也不过是2条腿的男人，有什么好稀罕的？”自从我怀疑邱健出轨之后，我和小天的联系就紧密了起来，甚至连我手里的证据也都有放在他那里一份。这次我跳河的缘由，想必他已经知道了。我儿子怎么样了？现如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儿子。小天晃了晃手机，满脸靠谱地说道：“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儿子和你爸妈，等到你好起来之后，自己再好好跟他们解释吧，怕我再做傻事。”小天一有空就会来陪我开导我。几天后，我便康复出院了。从医院回来之后，我给邱健打了个电话，随后2人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按照儿子的意愿，他跟了邱健。林薇，是我对不起你。邱健的状态看上去不是很好，但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还是很温和。我看着他笑了笑，缓缓道：“没什么对不起，那是你的选择，说不定我还要谢谢你放过我呢。再说了，你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过客，就这样吧，保重。”走过一次鬼门关，我想开了许多。邱健也好，儿子也罢，各有各的选择，我没必要强求。人生也就几十年，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没必要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为了将我的状态彻底调整过来，我早睡早起，每天抽出时间锻炼身体，还报了兴趣班。没有了家庭之后的日子，我过得很充实，时不时的还会学一下新菜式，叫上小天来品尝。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淡的过下去，可儿子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决定。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准备出门买菜，却在门口看到了儿子的身影。他看着我，哇的一下就哭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冲过来，紧紧地将我抱着。1个月没见儿子了，我也十分想他。看着他出现，我心里很高兴，可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我又一阵担忧。难道是过得不好吗？我擦掉了他脸上的泪水，心疼道：“这是怎么了？”听了我的话，他哭得更大声了。我将他带回屋里，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儿子，别怕，给妈妈说。怎么了？虽然当初儿子选择跟邱健的事情让我心里很难受，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当他扑向我的时候，一切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妈，爸爸对我不好，
儿子一边说着，一边抽泣道：“他不给我买吃的，也不陪我玩，天天都陪着阿姨和他肚子里的宝宝。”我听了一阵心酸，他连同甘共苦的妻子都不要了，又怎么会对儿子上心呢？我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安慰道：“不怕，以后妈妈给你买吃的，妈妈陪你玩。妈，我要跟你，我不要爸爸。”儿子哭着说道，将我抱得更紧了。我听了心里一暖，很庆幸当初他们救了我，也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若我真的有了意外，儿子现在怎么办？我带儿子去了他最喜欢的游乐场，还带他去吃了以前舍不得吃的豪华大餐。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我决定带着儿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至于秋剑，你不仅对不起我，还敢对不起我儿子？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很快，我卖了房子，给儿子办理完转校手续，带着他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安定下来后，我将我的住址发给了小天，然后在周边找了工作，儿子也送去附近的学校。每天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饭后，我就陪儿子做作业。虽然过得平淡，但我很满足。小薇，你知道吗？秋剑的儿子出生了。这天，小天的电话打了过来，听着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平静下来的心再一次涌动起来，想着我曾经受到的委屈，想到我儿子受到的欺负，我慢慢的有些激动了。秋剑，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想到秋剑知道真相后的心情，我心里一阵痛快。没得到我的回应，小天又继续说道：“老天真是不开眼，竟然还让他把孩子生下来了。小天，你先别着急，那孩子都未必是他的，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小天听了，惊讶地叫出了声音来：“微微，你说的是真的吗？要是秋剑知道了，那不得气死！哈哈哈，我还不是很确定，需要你帮我去查看。时间不早了，儿子要放学出来了，后面再找你聊啊。”看着陆陆续续出来的学生，担心没接到儿子，我连忙挂断了电话。儿子，这里，在密密麻麻的孩子中，我看到了儿子的身影，欢喜地朝着他挥了挥手。很快，他便朝着我扑了过来，将儿子抱在怀里。我心里一内疚，其他的孩子都是父母一起陪着孩子成长，而我的儿子却只有我陪着他。秋剑，这一切都怪你，都是你的错。看着儿子单薄的身影，我心里的怒意越来越重。妈，你怎么了？或许是觉察到了我的异常，儿子抬头看了看我，我摸着他的脑袋，宠溺道：“儿子，你想爸爸吗？”儿子听了，使劲地摇了摇头：“爸爸不好，我不要爸爸，我只要妈妈。”好，听了他的回答，更加坚定了我报复的决心。我点点头，拉着他回家。第二天一早，我便拨通了小天的电话：“小天，你说秋剑生孩子了，能弄到他儿子的头发之类的吗？”“当然能了，我朋友可是那女人的主治医生。”小天拍着胸膛保证：“一定拿到。”很快，我便收到了小天寄过来的东西，里面是一根很小很细的头发。随后，我又将离婚时取得的秋剑的头发拿出来，找了个医院做鉴定。鉴定结果出来，秋剑那个小孩根本就不是父子。虽然这是在意料之中，但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一阵激动。很快，我将那份文件和之前拍到的陈娜偷人视频一块给秋剑寄了过去。不久之后，我便接到了他的电话：“微微，我们可以谈谈吗？”秋剑的声音明显苍老了许多。“不可以。”简单的回应之后，我便挂断了电话。没多久，小天的电话打了过来：“微微，听我朋友说，秋剑和那个女的因为孩子的事大打出手，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小天越说越激动：“老天开眼啊，这就是报应。”“我猜到了。”
相对于小天的反应，我反而更平静。那你们还会复婚吗？不可能，我坚定地回答道。邱健做到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的。几天后，门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敲门声，透过猫眼，我看清楚了门外那人，竟然是邱健。他找过来了。虽然早就想过有这种可能，但当他真的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惊。儿子也听到声音，跑过来道：“妈，谁在外面敲门啊？”没有人。我还没想好到底怎么处理，所以并不想让儿子知道此事。可门外的邱健听到儿子的声音，敲得大声了些，甚至还隔门喊话：“儿子，是爸爸，快给爸爸开门！”儿子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门外。妈，爸爸找来了。看着他满脸的期待，我终于还是心软了。儿子，想爸爸了你就去找他吧，等你想回来了，我再去接你。我把门打开，将他推到了邱健面前。儿子担心我不要他，抱着我不肯撒手。不要，我要妈妈。邱健看着我们母子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冷漠地看了邱健一眼，然后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冷冷道：“儿子不要你，我也不要你，你回去吧。”微微，我错了。邱健声音低沉，才几个月没见，他的头发都白了许多。若是以前看到他如此狼狈的模样，一定会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安慰的。可如今见他如此，只觉得活该。看着我没有反应，他又将视线看向了儿子，讨好地说道：“儿子，快帮爸爸说说好话呀，妈妈最听你的话了。”好你个邱健，竟然还想着用儿子来拿捏我！我不要，爸爸坏，有心儿子就不要我，我也不要爸爸。儿子心里的气也没有消，他赌气地看着邱健，眼里满是埋怨。爸爸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就原谅爸爸好不好？邱健讨好地说道，随即从背后拿出了一个乐高，这是儿子最喜欢的东西。我看着儿子那动摇的眼神，以为他快要被收买了。可让我意外的是，儿子一把推开他的乐高，紧紧地抱着我道：“妈妈不要你，我也不要你。”哼，给我这个也没用。听到儿子这话，我的腰杆不自觉地又挺直起来。听到了吗？滚吧！邱健脸色一沉，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他浑身颤抖，声音哽咽道：“微微，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我当时真的只是昏了头，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的。”顿了一会儿后，他又接着道：“娜娜没结过婚，却怀了孩子，我作为男人必须给她一个交代的。但现在孩子不是我的，我可以不用管他了。我一直爱的都是你啊！”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可笑至极，心里爱着我，却和别的女人上床，甚至还为了那个女人抛弃妻子。你的爱我承受不起。随后将玩具放到了儿子的手上，看着他道：“不管怎么说，儿子都是你的骨肉，希望你好好爱他。”儿子拿着手里的玩具，眼里写满了害怕，我恐惧。妈，你不要我了吗？我心疼地将儿子抱在怀里，摸了摸他的脑袋，笑了笑。儿子，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重要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听了我的话，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妈，我要你不要爸爸。邱健听了，着急地凑了上来，讨好地说道：“微微，儿子，你们两个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真的知错了，你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不好？”说完便要过来牵我的手，我连忙躲开了他，抱着儿子，一脸嫌弃地说道：“脏，你别碰我！”邱健脸色一下就变得难看了起来，他看着我的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我们已经结束了，家里人已经开始给我相亲，若是有适合你的姑娘，你也抓紧着找吧，只要儿子愿意，我不会阻止他跟你。若你不能照顾好他，那我便会收回抚养权，
你就真的不愿意给我机会吗？哪怕是一次。邱健着急了起来，声音里满是哀求。你不配。说着，我便拉着儿子回屋，然后关上了门。有些错误一旦犯了，便再无回路；有些人一旦错过了，便再无可能。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